安玛奈特已经5000年没有吃东西了，但他的身体却没有一丝腐烂的迹象。奇怪的就是他的脸上写满了经文，以及黄色的双瞳看起来非常漂亮。人们用铁链将他牢牢锁住，不断将大量的剧毒水银注入他的身体中。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压制住他那可怕的邪恶力量，因为一旦他挣脱封印，那这个世界将会变成地狱。5000年前，安玛奈特是古埃及最高贵的公主，因为没有王子，她便是埃及王位的唯一继承人。法老将她培养得十分残暴及无情。安玛奈特自以为掌握一切，等父亲离世后，她会成为至高无上的女王。然而事情却是事与愿违。突然，古埃及实行了二胎政策。由于父亲宝刀未老，在开放了二胎政策之后，偷偷宠幸了一位美丽的侍女。就在安玛奈特登基之前，侍女突然诞下了一名男婴。安玛奈特很清楚这个新生儿的到来，但是她没想到父亲有了儿子后，立马就改变了誓言，要把王位传给儿子。这让安玛奈特非常不满。她明白到权力不是恩赐，她必须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夺回一切。于是心怀怨恨的安玛奈特用鲜血召唤出了死亡之神赛特，并愿意付出一切与他立下了魔鬼契约。死神赐给他一把镶嵌着红宝石的匕首。当他接过拥有死神之力的匕首时，先是浑身一紧，紧接着象征着死神之力的神秘符文密密麻麻的开始遍布他的全身。那双卡姿兰的大眼珠子也进化出妖异的双瞳，从此他获得了恐怖的黑暗力量，拥有了不死之身。之后他不但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就连年幼的弟弟也没有放过。在弑父成功后，按照魔鬼契约，安玛奈特必须选择一名成年男性，手持赛特之刃刺穿被选中的凡人身体，用他的躯体充当死神在人间行走的工具，从而联手统治世界，走上人生巅峰。最重要的是还能自由打牌。然而却东窗事发，仪式刚进行了一半，法老的护卫及时出现，射出水银毒针压制住了公主，让她的法力无法施展，然后立即将她制服并打断仪式。鉴于公主罪孽深重，继承了死神的力量，无法被杀死，护卫们用最残忍的方式将公主制作成了活体木乃伊，封印于死亡之棺中，永世不得超生。最终石棺被放逐到一个远离埃及的地方，彻底的埋藏在了异国他乡的地下深处，承受永恒黑暗的惩罚。而匕首上的红宝石却在1127年的英格兰被十字军的首领一起带进了地下坟墓。直到几百年后，工程队在挖隧道时，却意外挖掘出了这个位于地下的十字军墓穴，里面埋藏着无数的尸体。很快，杰克博士带领的神秘部门便接管了遗迹的保护工作，因为他深知当年十字军东征埃及时，本想开拓疆土，却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当然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曾经带回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古代最黑暗的秘密，在伊拉克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是美军打击恐怖分子的地方。男主尼克作为陆军侦察兵，奉命进行远程侦察，但他却总是以执行任务为名，盗取战乱国家的古文物，拿到黑市场上贩卖。这次他又从考古专家珍妮的手中偷到了一张位于伊拉克一座古墓的地图，可谁知古墓所在地竟然是叛军活动的区域。尼克和搭档维尔不仅没能找到古墓的确切位置，还与叛乱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最后被敌人给团团包围，无处可逃的他们立刻向上级汇报了附近的情况，并很快得到了军方的武力支援。两人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可让尼克没有想到的是，投下的导弹竟无意中炸开了一座沉寂已久的地下古墓，一个巨大的古埃及石像耸立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人只能赶忙叫来了指挥部，上校很快就下令封锁了现场。考古学家珍妮随后也赶到了这里，为了确保任何有价值的文物不会落入敌方之手，珍妮向上校说明了情况，并想要进入墓穴一探究竟。上校给了他3个小时的勘探时间。为了安全起见，上校派出尼克和搭档维尔保护考古专家珍妮，一起下到墓室里面进行考察。很快，3人顺着绳索来到了幽深黑暗的地下墓穴，不过下面的空间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墙上的铭文看上去像是法老的墓室，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宝藏。然而3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这里到处都滴答着水银，然后水银最终汇集到了墓穴的正中央。在古埃及神话中，水银是用来抑制恶灵的专属武器。于是他们打开了探照灯，继续深入探索。当3人走进墓室深处后，看到了一个充满水银的深坑，四周还有6尊镇墓兽围绕在水池旁边，像是守护着什么东西。珍妮在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检视后，初步判断这里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墓葬。与其他法老墓不同，这个墓室里的镇墓兽全是面朝里面，说明镇墓兽的目的是为了镇压而不是守护。他立即断定这座古墓是古埃及人专门用来封印十恶不赦之人的牢笼。不过此时地面的上校却传来消息，一场沙尘暴即将来临，3人必须先行撤离。但痴迷于研究古埃及文化的珍妮却想尽快查明这里被封印的是什么，因此与维尔争吵了起来。而尼克则渴望找到宝藏，他观察过池底连着3道上锁的铁链，洞顶上悬挂着一块千金石，再有锁链牵引。在研究了机关的原理后，尼克直接掏枪打断了一根锁链，并解锁了机关。随着齿轮的转动，一具古老的石棺从水银池中缓缓升起。很显然，这就是5000年前被做成木乃伊的安玛奈特公主。尼克竟然就这么把她给放了出来。而在石棺吊起来的时候，石棺的正面正好对着尼克，看清石棺表面的图案，瞬间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席卷3人。诡异的事情也立马发生，周围岩缝里突然涌出一大群蜘蛛，缓缓爬到了倒霉的维尔身上。维尔因躲闪不及，被吓得举起手中的机枪一顿胡乱射击，但子弹造成的伤害却微乎其微。虽然尼克在一旁安抚他说这东西没毒，可维尔还是被咬了一口。无奈的3人只好准备撤离。而这时候，尼克无意间望向石棺上的眼睛，顿时看到了穿越时空的幻想。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道曼妙的身影正缓缓向他走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女人的样貌渐渐清晰，正是妩媚的古埃及公
公主安玛奈特。她缓缓靠近尼克，对他说：“你是死神选中之人。”而尼克宛如失魂。正当安玛奈特要亲吻尼克时，珍妮注意到了尼克的异常，及时呼唤将他拉回了现实。尼克才终于回过神来，寻思着这个幻境到底是怎么事儿。而到此时，众人还没意识到危险。珍妮甚至以考古为理由，要求军方动用直升机将木乃伊运回去进行研究。但当石棺被直升机从封印之地拉出来时，外面的乌鸦突然躁动不安起来。这个女孩罪孽深重，以至于被活活的制成了木乃伊，密封在石棺里，永世都被埋在地下。结果5000年后，她却被人挖了出来。可随着棺椁重见天日，四周突然出现一群乌鸦前来报丧，乌鸦们不停哀嚎，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就在他们准备将其秘密转移之时，乌鸦们似乎被棺椁内的神秘力量所吸引，竟不约而同地跟随着护航队伍，始终盘旋在直升机附近。随着护航队伍逐渐远去，原本晴空万里的沙漠竟然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似乎预示着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众人并没有多想，但为了避免被即将到来的沙尘暴吞噬，他们必须尽快将石棺装载到运输机上，带回基地再做进一步研究。可是祸不单行，他们刚登上了运输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就冲着他们刮了过来。幸运的是，就在他们被沙尘暴吞没的那一刻，运输机成功起飞，朝着目的地飞去。可自从石棺被运出墓穴之后，就开始怪事不断。离棺椁最近的维尔在古墓中被蜘蛛咬后，身体便感觉到一阵不适，瞳孔不受控制的翻白，很快就没了动静。尼克并没有发现搭档的异常，因为珍妮正在研究棺椁上的文字，并向他讲述坟墓主人的生平。得知被锁在棺椁里的人名叫安玛奈特，就在尼克听得入神时，无意中看到了石棺上的眼睛，再次陷入了幻境。不久之后，尼克突然被声音惊醒，他发现搭档维尔行为怪异，站在棺椁旁边，手里拿着刀想要割断棺椁上的绳子。一边的上校发现他的举动有些奇怪，赶忙起身质问他在捣鼓着什么。没想到维尔二话不说就是一刀扎去。尼克还想劝说维尔，没成想他又是一刀，直接刺死了想要阻止他的上校。这诡异的一幕瞬间让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士兵们连忙举枪瞄准，但是又不敢在加压舱内开枪。为了保护自己的搭档，尼克夺过了士兵的手枪，还想尝试劝说，可维尔就像着了魔一般，又向尼克挥舞起了小刀。这时大家才发现维尔已经发生了变异，无论周围的人如何喊叫，维尔现在都毫无反应，甚至还持刀捅向珍妮。尼克被吓得不得不开枪，可维尔却跟没事人一样，又拿着刀子扎了过来。出于恐惧，尼克忍不住再次向他开枪。这下应该是凉透了吧？但还没等尼克搞清楚是什么情况，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颠簸。尼克跑到窗前向外一看，发现飞机的引擎突然出现故障。他们立马跑到驾驶室询问情况，但是机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飞机竟是意外来到了英国上空。紧接着驾驶室的玻璃突然遭到乌鸦的自杀式攻击，出现了裂痕。正当大家抬头望去的时候，飞机前方出现了一大片黑云。What the hell is that？ 原来是一群乌鸦汇集成黑云，急速朝飞机撞来，2名飞行员当场就被乌鸦给撞死了。袭击过程中，美军 C-130大力神运输机也在袭击中开始失控。而之所以遭到乌鸦的袭击，是因为这架飞机上装有一口5000年前的石棺，因乌鸦不断碰撞，失去控制的运输机终于支撑不住，开始解体。眼看飞机即将坠毁地面，所有人都被气流卷到了外面。尼克为了保护珍妮，在危急关头把唯一的降落伞套在了珍妮身上，并迅速拉开安全装置，将她弹出了飞机。而自己却随着失控的运输机一起坠毁身亡。珍妮幸存下来后，很快来到了医院。工作人员通知她去辨认尸体，在沉寂的停尸房里，一具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她拼命扯破裹尸袋，将自己释放了出来。尼克竟然奇迹般的复活了，他一脸的困惑，从数万米的高空自由坠落，竟然没被摔死，这是什么情况？但当他转身的瞬间，又差点被活活吓死。被自己枪毙的维尔竟站在他的身后。尼克想问发生了什么事，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但维尔却告诉他，你没死，但是比死更糟糕。原来维尔被蜘蛛咬伤后，身体就被诅咒变成了鬼魂，并向尼克提出了预警，他已成为死神选中的目标。就在尼克不可置信的时候，前来辨认尸体的珍妮等人突然推门走了进来，意外吓走了维尔。看到死人复活，3人差点吓晕过去。其实尼克早在古墓里就被木乃伊做了永生标记，除非是死神亲自动手，否则就是尼克也弄不死自己。当搜救队得知尼克还活着，便立即派人前往坠机地点，确认是否还有人活着。当2名搜救人员赶到现场以后，现场并没有任何存活的生命，而那口神秘的棺椁则被摔成2半。在乌鸦的惨叫声中散发出阵阵寒意。好奇心驱使下，其中1名搜救员掀开棺木，竟看到里面躺着一具浑身缠满绷带的木乃伊。当他准备呼叫同事过来查看时，木乃伊瞬间扑了过来，凑巧成为了他5000年来的第一顿饭。同伴听到惨叫声，赶忙过去查看情况，发现同伴竟然变成了干尸，吓得他转身就跑，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道黑影突然用力稳住了他，他也被木乃伊吸干了精血。在连续吸收了2名搜救人员的生命精气后，浑身干枯的木乃伊开始焕发生机，逐渐恢复了法力。而被吸干的2人听到他的召唤，也复活变成了木乃伊，他们成为了木乃伊军团的一员。随后3只木乃伊迈着奇怪的步伐离开了坠机现场。珍妮怎么也想不明白，尼克从万米高空摔下来，竟然能够安然无恙。尼克对现在自己的状态不敢确定，他本来没有生还的可能，并且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太诡异了。而珍妮为了感谢尼克的救命之恩，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表面上是一名考古学家，但暗地里却在掩盖世间的超自然力量。他们的考古队一直在寻找一个叫做赛特之刃的东西。之前他们调查得知，在古埃及的历史上有一位公主，她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了。传说中她有一把赛特之刃，刀柄上面镶嵌着一颗红宝石，正是死神之眼。一旦宝石与匕首合二为一，选中一名成年男性作为灵魂容器，就能让死神降临人间。而赛特之刃在几个世纪前被十字军盗走了，他们将刀柄上蕴藏巨大魔力的死神之眼和匕首拆分开来，并分别埋藏在了2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而最近伦敦在修建地铁隧道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大型十字军墓穴，他们相信这颗红宝石就藏于墓穴的某处，正是这个墓穴才让他们找到了安玛奈特公主墓穴的位置。他相信这次他们挖出的石棺里面封印的正是古埃及公主的木乃伊，看来他们闯了大祸。之前他在棺椁上发现了一段文字记载，称他为了争夺王位，与死神赛特签订了某种协议，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他原本准备释放恶魔，却被守卫及时赶到阻止，并将其制成木乃伊封印在了石棺里。尼克听得云里雾里，却再次看见维尔一直在向他招手，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起初尼克以为这是幻觉，于是跟着他走进了女厕所，直到维尔直接透过镜子出现，尼克才相信维尔没有骗他。维尔告诉尼克，之所以你能从坠机中活下来，是因为他们2人都被诅咒了，解除诅咒的唯一方法就只能从了那只千年老怪物。尼克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诅咒。维尔表示，当时在石棺吊起来的时候，石棺的正面正好对着尼克，也就是说石棺里面的安玛奈特第一个看到的男性是尼克，所以尼克被无辜的成为了赛特要选中附身的人，他是无法逃脱的。一旦安玛奈特用完整的赛特之刃杀死选中的男人，那么赛特就能得到躯体，从而复活祸害人间。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尼克不知所措，他始终不愿相信，直到四处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他在街上看到一只木乃伊找过来，紧随其后的就是密集的鼠潮，将他包围吞噬。他吓得惊慌失措，还差点发生了车祸，幸好珍妮一把拉住了他。原来这一切只是他的幻觉。然而一系列诡异事件让尼克彻底慌了，他将自己产生的幻觉以及被诅咒的事告诉了珍妮，但显然珍妮并不相信安玛奈特公主复活了。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带着珍妮来到了坠机附近寻找线索。但在路过一所修道院的时候，尼克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就带着珍妮跨过警戒线，朝着修道院内部寻去。但在这陌生而阴森的环境下，珍妮认为应该到飞机残骸中寻找线索，便决定分头行动。独自留在修道院的尼克却被躲在暗处的安玛奈特给捕捉到了。尼克再次进入到沙漠里的幻境，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修道院内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道黑影给掳走了。很快与珍妮失去了联系。随后尼克被几个木乃伊小弟死死按在了祭坛之上，紧接着安玛奈特纵身一跃，跳到了他的身上。在吸收了众多男人的精气之后，安玛奈特又恢复了往日的绝美容颜。他似乎对自己选中之人十分满意，饶有兴趣地检查着尼克的身体是否适合充当死神降临的容器。等他确认没问题后，准备再次召唤死神降临。安玛奈特一拳打碎眼前的圣母雕像，取出藏在里面的赛特之刃，口中念出咒语，准备献祭尼克迎接死神降临。但是下一秒，赛特之刃却停在了半空。他惊讶地发现，刀柄上的红宝石竟然不见了。没有了红宝石，献祭仪式也就无法完成。就在他寻思该咋办的时候，珍妮却不合时宜地推门而入。看到这一幕，珍妮惊呆了，木乃伊公主竟然真的复活了。尼克见状，赶忙提醒他离开这里。缓过神来的珍妮吓得转身就跑，但是眨眼间就被安玛奈特上前一把掐住脖子。珍妮还想反抗，瞬间就被狠狠抛飞了出去。眼看献祭不成，那就补充点生命精气。尼克没有了安玛奈特的压制，哭哧一脚踹开了摁着他手脚的木乃伊小弟，奋力挣脱了束缚。3下5除2，将冲上前来的木乃伊小弟悉数解决，然后抄起祭坛上的赛特之刃，赶在安玛奈特准备汲取珍妮生命的关键时刻，哭哧一下狠狠给安玛奈特捅了个透心凉心飞扬。尼克也趁机推开了安玛奈特，转身与珍妮快速逃出了修道院。趁着安玛奈特修复身体的功夫，2人成功钻进车里，驾车一路狂奔。珍妮震惊地看着手中的赛特之刃，这才明白为何坠机地点正好在修道院附近。原来赛特之刃被十字军拆分后，被藏在了修道院的雕像中，被埃及公主感应到了，所以乌鸦袭击飞机就是埃及公主有意为之。这也是他为何控制尼克，把他引到修道院这里。珍妮让尼克小心点，埃及公主选择了他作为死神的新载体，那么他一定会重新献祭召唤死神。然而尼克却狡辩自己没有受到他的控制，始终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就是被死神选中之人。结果开着开着，他们竟然又返回到了修道院。果然安玛奈特已经选中尼克作为死神的容器，真的能在无意间操控他的大脑。这下尼克终于相信了，他赶紧掉头，再次狂踩油门准备逃离此地。不料安玛奈特控制的木乃伊小弟很快就追了上来，并不断向他们发动袭击，阻止他们前进。在木乃伊小弟的不断纠缠之下，汽车还没跑出森林就失去了控制，侧翻到了山坡底下，2人也跟着一起摔下了山坡。
尼克好不容易稳住心神，准备去救出珍妮的时候，却从远处的迷雾中注意到了安玛奈特的身影。眼看对方阴魂不散，尼克怒从心中起，竟然抄起一根树枝就冲上前去，准备弄死眼前的千年老怪物。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一个照面就被对方打上了天。为了征服尼克，安玛奈特没有继续攻击他，而是直接来到驾驶室，计划先解决掉情敌垫垫肚子。没想到关键时刻，一支利箭射入了他的身体。一群训练有素的特种兵突然冲了出来，他们似乎十分了解安玛奈特的弱点，但也无法杀死他，只能不断发射水银压制他的法力，再利用无数钩索将他牢牢地控制住。当安玛奈特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他们立刻救出了被困在车里的珍妮。尼克一脸困惑，刚想询问是什么鬼，就被对方的麻醉枪打晕了过去。等尼克醒来后，他已经被带到一所秘密基地中，这里陈列着各种超自然生物的标本，而这个基地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杰克的生物博士。杰克博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邪恶力量，以实现永生。结果不但没得到永生，反而身体还被感染，必须通过注射特殊药物来医治。尼克也这才明白，他们是一个专门处理超自然事件的神秘组织，而珍妮也是该实验室的研究成员。他们的宗旨就是降妖除魔，维护世界和平。而这次抓到的木乃伊公主，则是博士所见过最古老的一个邪恶力量，非常具有研究意义。虽然他们抓到了木乃伊公主，但却无法控制这个5000年前的恶魔，只能用100米长的铁链把她囚禁在实验室，然后根据古典记载，不停往她身体里注入水银，来封住她的力量。当达到-38度时，她血管中的水银就会凝固，到时候他们准备将其解剖，研究她的不死之身。Hold on. So,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Cursed, Mr. Morgan. This is not some common cold you have. Some chicken soup and a good night's sleep will not make it go away. And we are the only ones who can rectify that. Sif Papayech. Hemet. Shall I hand you? Swim Sipu. Ben Tutu Air. Anem. Iwak Air. Shesef Tayev Set. You said it for sure. Here's the Easter shit. U.S. Air. Shedabeth. Ben Yui Air. Shidabef. I was going to give him eternal life. Make him a living God. You murdered your father. I love my father with all my heart. I only wanted his love in return. You killed his wife. Their child. They were different times. 安玛奈特通过眼神对视，将尼克再次拉进幻境中。但这一次，尼克的心中突然燃起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原来尼克的前世就是被死神选中之人。安玛奈特继续用幻象诱惑尼克，只要将死神之力引入尼克的身体，成功召唤出死神赛特，尼克不但能够获得掌控生死的权利，甚至就连安玛奈特也将成为他的女人，与尼克携手统治世界，还能自由打牌。正当尼克即将陷入温柔乡的时候，安玛奈特的一声惨叫，尼克猛然回到了现实。原来是博士看情况不对，赶忙加大水银注入剂量，这才切断了安玛奈特的幻境。而看到安玛奈特在水银的控制下痛苦万分，尼克于心不忍，大喊博士让其停止操作。博士却发现尼克和公主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羁绊，便邀请尼克到办公室喝一杯酒压压惊，留下珍妮继续在这里观察。眼见自己的计划再次失败，安玛奈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与此同时，博士的另一支考古队正在挖掘十字军陵墓。就在他们打开十字军首领棺材后，意外地发现了那颗红色宝石。宝石重现天日的一刹那，被铁链牢牢锁住的安玛奈特瞬间感受到了死神之眼的能量波动。原来他在那里啊！他立刻露出邪恶的笑容，然后对珍妮说出了几句奇怪的话。They have found the stone. You brought my chosen here. What do you think they will do with him now? 听到这话，珍妮转身看着他带回来的赛特之刃，他立刻明白了什么。此时尼克正在恳求博士破解他的诅咒，但从博士的语气中，尼克听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博士似乎并不想他的诅咒被解除。突然，珍妮从外面冲了进来。Are you planning on killing him? Kill? Oh, Jennifer, kill who? Mr. Morton here essentially killed himself when he severed the barrier chain that had kept Arminus Power in prison for 5,000 years. He was chosen as her ideal candidate. A thief, physically capable, compulsively devious, and utterly devoid of soul. It's insane.
want to put a stone in the dagger and stab him with it? 紧接着博士解释道，只要安玛奈特把带有红宝石的赛特之刃刺进尼克的体内，死神就会通过尼克的躯体降临人间。原来博士就是想让公主完成仪式，等死神赛特成功降世之后再将其彻底消灭。尼克却傻眼了，原来自己就是个药引子，而尼克怎么也没想到，就算安玛奈特最后没有弄死自己迎接死神，博士也会把赛特之刃捅进他的身体里，然后通过他的尸体活捉死神，把死神给彻底铲除。尼克和珍妮得知博士的计划后都十分气愤，直接拒绝合作，因此产生了矛盾。但两人不知道，博士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被感染的他由于没来得及注射药物，很快便失去了理智。木乃伊公主念动邪恶咒语，利用残存的法力，从下水道里偷偷召唤出一只小蜘蛛，然后控制小蜘蛛爬进了控制室。在工作人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小蜘蛛顺着工作人员的耳朵钻进了脑瓜里，工作人员的眼球一下子就翻成了白色。在安玛奈特的操控下，他立刻变成了一个工具人。他不但关闭了注入水银的仪器，还抄起一把斧子走了出去。尼克得知博士的计划后非常愤怒，两人因此爆发矛盾。博士情绪失控，必须急需注射特殊药剂进行压制，尼克却一把夺过注射器，结果导致博士被邪恶力量控制意识。警卫见状立即启动了实验室的安保系统，可尼克却晚了几秒被关在了里面。 Open the door. You don't want that. 此时的博士已经被恶灵附体，压根儿不是一个正常人。尼克决定先发制人，抓住博士就挥出两拳，准备彻底终结博士这个疯狂的计划。然而面对邪恶力量的博士，尼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而珍妮只能在外面看着他们打作一团，却也帮不上忙。好在关键时刻，两人打斗中，尼克趁机一把抓起桌上的注射器，并迅速注射到了博士的体内，这才成功让他恢复了神智。就在这时，安玛奈特控制工具人打开电箱，抡起斧子直接破坏了实验室的供电系统，切断了独立的降温装置。随着气温逐渐恢复正常，安玛奈特趁机逼出体内大量的水银，被压制的力量也在慢慢恢复。而随着电力发生故障，原本封闭的安保系统也随之解除。珍妮急忙冲进来，将十字军牧师发现宝石的事情告诉了尼克。两人都知道，一旦安玛奈特挣脱束缚，他们肯定不是对手，于是便决定抢先一步毁掉宝石，打破诅咒，阻止安玛奈特召唤死神。看到尼克抛弃自己与别的女人一同逃跑，安玛奈特顿时心碎一地，疯狂嘶吼，力量也瞬间恢复，奋力挣断锁链，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犹如蜘蛛一般逆行而上。这时候，一名守卫还想着进行阻止，但他显然是不自量力，眨眼间就被安玛奈特扑倒在地，一记强吻吸成了干尸。在吸取了守卫的生命精华后，安玛奈特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嘴里开始念动邪恶的咒语，想要借助黑暗之力召唤埃及之沙，将选中之人带回自己身边。下一秒，实验室里的一切都在迅速遭到破坏，体内压制千年的邪恶力量也顷刻间爆发，一时间，整栋大楼的所有玻璃都被震碎。等尼克和珍妮跑出地下基地时，街道上已经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飞快的逃跑。安玛奈特也走出实验室，来到了大街上。他就像一只挣脱牢笼的猛兽一般，凶猛的风暴瞬间席卷整座城市。为了找到尼克召唤死亡之神赛特，安玛奈特轻轻张开双臂，开始发动他的大招，对人类发起毁灭性的打击。他想要在这个新世纪重建他的古埃及王朝。尼克带着珍妮也在街道内不停奔跑，整座城市的所有建筑也随着他逃离的步伐全部化为了灰烬。在安玛奈特的控制下，巨大的沙尘暴形成了一副可怕的面容席卷而来，人们只能拼命逃跑。可是黄沙无处不在，他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机会。正当尼克不知如何是好时，消失已久的搭档维尔再次出现，为尼克两人指明了方向。这时一辆大巴车撞向两人，尼克连忙推开珍妮，自己卷进了车厢内。幸亏他身子骨硬朗，侥幸躲过一劫。维尔莫名出现在身边，他声称自己知道红宝石在哪，要带着尼克前往十字军墓室解除诅咒。正在挖掘十字军陵墓的考古队收到消息，安玛奈特正拿着赛特之刃朝他们这里赶来，目的抢走死亡之眼，并要求特种兵立刻戒备，一定要保护好宝石。话音刚落，安玛奈特就依靠自身感应已经来到了这里。 Well then, Emperor, Empire. 为了找到宝石，安玛奈特只是随意念动一句咒语，就复活了十字军墓穴中的所有干尸，组成了他的木乃伊大军，开始疯狂袭击所有守护红宝石的特种兵。而凡人怎么能是木乃伊的对手？面对木乃伊的攻击，这些特种兵显得软弱无力。没一会的功夫，所有人都被一一解决，也都成为了木乃伊。他们一脸恭敬地为安玛奈特打开了墓门。当安玛奈特走进墓穴的那一刻，所有木乃伊小弟都对他俯首称臣，迎接女王重新夺回死神之眼。在木乃伊小弟的簇拥下，安玛奈特终于拿到了红宝石。他把宝石放回原处，赛特之刃终于重归完整。现在只要献祭了尼克的身体，就能召唤出死神赛特，获得强大的力量。当尼克被维尔带到了宝石所在的墓穴时，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原来维尔的目的就是要把尼克引到安玛奈特的身边献给死神。看到大批的木乃伊小弟要来抓他，尼克吓得撒腿就跑。幸运的是，他还在隧道里救下了被木乃伊小弟袭击的珍妮。You shouldn't be here. I followed you.
虽然尼克身手矫健，可以轻松击败他们，但敌人的数量只增不减，根本就打不完。他们只有狼狈的疯狂逃窜，一路顺着通道逃跑。可他们并不知道，这正是安玛奈特布置的圈套。两人随即就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撞进了水中，最后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木乃伊。就在两人刚浮出水面，庆幸自己没事的时候，安玛奈特突然出现在珍妮身后，一言不发地将她一把拖入水中，朝着墓室的方向一路前行。虽然尼克拼尽全力去追，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安玛奈特为了让尼克乖乖屈服，控制木乃伊小弟淹死了珍妮，而水中的木乃伊小弟陆续出现，他们在尼克后面紧追不舍，防止尼克逃跑。在被憋死之前，尼克终于游到了珍妮面前，带着她一起浮出水面。不料无数的木乃伊早就在这里等着他，尼克被抓了起来，拖到了准备举行仪式的地方。看着命丧在他身边的珍妮尸体，尼克痛不欲生。这时安玛奈特从身后出现，劝说尼克不必伤心，因为所有凡人终归都会死去，如同这些消散的骷髅一般不值一提。唯有臣服于黑暗，获得死神之力，方可掌控世人生死。但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没了，还要什么永世不朽？尼克再次拒绝并试图反抗，却被安玛奈特一巴掌打趴在地。安玛奈特说自己可以帮他解除痛苦，言外之意就是让尼克陷阱。然而绝望的尼克看着珍妮的尸体，却依然不肯屈服于安玛奈特。安玛奈特再次一巴掌将他掀飞出去。尼克爬起来还想继续反抗，结果又是一巴掌。见尼克誓死不从，安玛奈特很快就失去了耐心，并试图用肉体上的折磨来摧毁尼克的心智，直接打断了尼克的小腿。不过这些都是在尼克的计划之中，他的真正目的是从对方手中抢走赛特之刃。就在安玛奈特放嘴炮，以为尼克不过是普通人类，只能任他宰割时，尼克悄悄把手伸向匕首。当尼克再一次被甩飞出去的瞬间，他夺走了安玛奈特手中的赛特之刃。当对方察觉到自己上当时，尼克猛地把宝石磕在了地上，宝石内部瞬间出现了裂纹，只需要再来一下就能彻底将其摧毁。为了让尼克冷静下来，安玛奈特赶紧制止，如果毁了那宝石，这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你将失去一切变成神的机会，失去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听到这句话，尼克似乎想到了什么，起初他只想敲碎宝石，终结自己身上的诅咒，但看着已经死去的珍妮，他又有了新的主意，何不随了安玛奈特变成死神，然后再复活珍妮呢？于是他将手中的赛特之刃缓缓地递给安玛奈特，突然主动将赛特之刃插入自己胸膛，完成了那最后的仪式，然后躺在地上剧烈地抽搐起来。宝石中的死神之力开始侵入他的身体，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痛苦之后，死神之力很快被尼克全部吸收了，红色的宝石迅速变得暗淡无光，而尼克也将迎来了新生，他的眼睛也像安玛奈特一样幻化出了4的瞳孔，这就意味着尼克成功召唤出了死神，获得了死神的力量。完事后，他毫不犹豫地摔碎了赛特之刃，被死神占据身体的尼克缓缓走向安玛奈特，就在他刚要亲吻对方时，目光转移到了珍妮身上，他瞬间恢复一丝原本的意识，死神则试图控制着尼克的身体，两股意识在体内争斗。本以为邪恶力量将会侵蚀尼克的内心，却没想到剧情反转。尼克在刺向自己之前，他把宝石敲击过一次，宝石出现过裂痕，导致赛特的控制法力也有所衰减。尼克凭借顽强的意志力脱离了死神的掌控，靠着清醒的意识将死神的意志锁在了自己的体内。虽然赛特成功附身了尼克的身体，但尼克和杰克博士一样具备着双重人格。此时此刻，安玛奈特仍然妄想能够唤醒死神，但迎接他的却是一记重击。现在的安玛奈特已经不是尼克的对手，获得了死神之力的尼克就是无敌般的存在。随后他毫不留情地将安玛奈特按在祭坛上，来了一记死亡热吻，利用死神之力吸干了安玛奈特的生命精华。可怜的埃及公主不满父王生2胎，复仇杀人找恶魔，变成木乃伊，直到5000年后再次含恨而终。终极原因就是父王生了2胎。尼克踉跄着来到了珍妮的面前，虽然尼克有赛特的部分死神法力，比如可以逆转生死，也可以力大无穷，身体还时不时的被赛特控制，但是主导权就目前来看还是在尼克的主意识控制之下。他一个死神咆哮，成功复活了刚刚被淹死的珍妮，但两人并没有幸福的在一起，因为尼克被死神赛特附体，他不再是凡人之躯，和珍妮在一起只会伤害他的身体，他也一定会被当成怪物抓起来研究，所以他只能拒绝珍妮的好意，并在救援赶来之前悄然离开墓室。从此世间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尼克的消息。安玛奈特的尸体则被实验室的杰克博士放入石棺中，并将石棺里灌满水银，暂时重新封印了起来。博士知道这个危害世界的古老诅咒和仪式，如果找不到最终解除诅咒的方法，安玛奈特或许还会苏醒。而尼克告别繁华的伦敦，来到了黄沙漫天的埃及，并利用死神之力复活了他的搭档威尔。看来他是想要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尼克才能和珍妮共度余生。但愿他们能够如愿找到吧。